嘿，我的小伙伴，欢迎来到我们新一期的影片。首先，感谢大家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们的使命是让更多的人轻而易举地了解到心理学和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大家帮助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谢谢大家。那么，开始今天的影片啦。有没有想过生命的意义？有没有发现自己在思考，活在这世上的有限时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所谓的存在主义。虽然时不时的想知道这些事情是很常见的，但对一些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压倒性的经历，导致抑郁的感觉。其他形式的抑郁症与家庭问题、创伤或基因等因素有关，而存在性抑郁症与生活中更大的问题有关，这是一种潜在原因，与生活的某些方面有关的抑郁症，比如对死亡、自由、无意义和孤独的观念。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提出了一个人对生活感到沮丧的8个迹象。开始之前，我们想提一下，影片仅供科普，无意取代专业诊断。如果怀疑自己可能患有抑郁症或任何精神健康问题，我们强烈建议向合格的精神健康专业人士寻求帮助。此外，如果有小伙伴感到沮丧或有自杀的想法，请记住，你不是一个人，事情是可以改变的，事情可以变得更好。还请联系描述栏列出的自杀热线。好了，我们开始吧。1. 持续不断地以消极的态度思考生活本身。是不是经常发现自己感到绝望？有没有总是不断从消极的角度思考生活的复杂性？这种时候，常常问自己，任何事情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其实，有些难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而存在主义抑郁症把这个焦点带到了台面上，可能就会让人觉得这些压倒性的问题占据了自己的生活，而且越来越难摆脱。如果发现自己总是重新开始质疑事情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或者每件事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可能是患上了存在性抑郁症的一种迹象。2. 感到难以置信的孤独。有时会在陷入揭穿世界的意义时，发现很难再与别人沟通。当一个人与存在主义抑郁症做斗争时，就很难看清周围的人了，还可能很难找到和别人出去玩的目的，或者只是寻找到那些能与自己的问题有关的人。当这些患者远离他人时，很容易感到难以置信的孤独和孤立。幸运的是，我们想提醒这样的人，总有人会关心你。如果你向他们伸出求援的手，就听听他们怎么说吧。3. 觉得生活毫无意义。觉得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吗？从长远来看，过往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徒劳的吗？如果有了这种想法，那可能正在与存在性抑郁症做斗争，可能会扪心自问，寒窗数载获得大学学位图什么？结婚是为什么？开始一个新项目的意义何在？当一个人有一切终将被抹去的心态时，就很难继续前进了。虽然这当然是令人不安的想法，但重要的是确定生活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并从这里开始建立一个目标吧。4. 对以前喜欢的活动失去兴趣。一直都感觉很累吗？也许对自己曾经最喜欢的活动已经变得没那么有兴趣了。开始一项新活动的想法比实际做起来更累。一旦开始特别践行做任何事情都是徒劳的想法，那就会越来越难以激发开始做任何事情的动力。当陷入更大的愿景时，也很难再找到生活曾经拥有的奇迹了。5. 感到了被误解。觉得和别人交流越来越困难了吗？在处理存在主义抑郁症的问题时，很难找到与自己的问题相关的人，还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想法和身边其他的朋友不同，或者自己的哲学以及人生观都与一般人不同，这可能会让人非常沮丧，并可能导致与所有人疏远和孤立。6. 被胡思乱想搞得夜不能寐。睡眠会因存在主义问题变得困难，在宁静的夜晚，很容易就会有一些深刻的问题悄然浮现。当一个人脑子里有那么多大的问题时，入睡的想法变得不可能，比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做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这些想法可能会开始困扰大脑，阻止一个人得到任何可以充分休息的睡眠。7. 在自杀的想法和感觉中苦苦挣扎。
日常生活中总是感到不知所措吗？把这些感觉和什么都不重要的想法结合起来，就可以让自杀的想法看上去很理想。这是非常可悲且令人担忧的。许多与自杀有关的想法或行为应被视为医疗紧急情况。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处于一个特别糟糕的情况中，重要的是要知道，他们可以7×24小时求助于受过训练的专家。我们在描述栏列出了一些自杀紧急热线。8. 对自己不满意。对自己的生活状态不满意吗？经历生存危机的人，尤其是中年危机或青年危机的人，会对自己感到不满，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或者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最糟糕。虽然这非常令人沮丧，但重要的是要知道，事情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朝着目标努力，事情一定会变得更好。影片中提到的这些迹象和你有关吗？你对存在主义有什么看法？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欢迎在下面的留言区告诉我们，一定要点赞，并与那些可能从中受益的人分享。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您都能收到通知。参考文献在资讯栏。一如既往，感谢收看，下支影片不见不散。